跪下！跪下！本宫今日就亲自审你们3个臭丫头。若是不想受皮肉之苦，就给我老老实实、爽爽快快把谋害皇后娘娘的经过一五一十的给我招来。娘娘，不关我的事啊！我当日不在坤宁宫，根本不知道皇后娘娘发生了什么。梅妃娘娘，当时他们2个确实不在，只有我一个人去过坤宁宫。而且您现在无非是想定我们几个的罪，根本不在意我们到底去没去那里。梅妃娘娘，你说是我们3个人下毒害死了元清皇后，可有什么证据？本宫早已探查明白，你们3个案发当日均在坤宁宫。你们一个准备毒药，一个伺机下毒，而最后一个则是趁着皇后娘娘独处的时候，逼她吃下了糕点，对吗？我不服，这都是瞎编的。真相就是如此。你们3个还想在这里装无辜？莫不是背后有高人指点？刘墨给梅妃娘娘请安，不知娘娘今天提审未能及时赶到，让娘娘久等了。刘公公，你消息还真灵通啊！未等本宫召见，倒是不请自来了。若不是今天听见梅妃娘娘突然造访岁寒宫，刘墨也不会及时赶来协助娘娘。娘娘，刚才我听说什么嫌疑人，是不是案件有了什么进展？昨日坤宁宫的宫女便已招认，正是这3个丫头谋害了皇后娘娘。云霄，供词在此，公公若是不信，自己看看吧。一个宫女的证词不足为证，还需要物证周全。本宫今天来就是要敲开他们的嘴巴，让他们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全都招出来。来人呐，用刑！等等，娘娘，我看还是再问问吧。云霄，你们若是聪明，就乖乖的照着供词所说，认罪画押；否则，就休怪本宫无情。皇后娘娘对我很好，我没有理由伤害她。而且当时我到的时候，皇后娘娘已经死了。芳儿，越来越没有规矩，跪下！那依你所言，就是他们2个谋害了皇后娘娘，而你只是前去发现了尸体。看来梅妃娘娘有意要让我们3个屈打成招。既然如此，多说无益，雪儿甘愿受之，但绝对不愿意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。还狡辩！来人呐，给我用刑！娘娘，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就妄动私刑，这样不妥吧？不过是区区几下鞭策，哪里算得上什么私刑？威慑而已。本宫可是听说公公在东厂的手段向来厉害，今日让本宫见识见识如何？那倒不必了，我相信，如果这3个丫头是清白的话，绝不会在咱家面前或者是娘娘面前胡乱认罪的。好，还愣着干嘛？给我用刑！什么？梅妃竟在宫里乱用私刑，好大的胆子！怎么样啊？受了这么多的苦，到底是招还是不招啊？
梅妃，你要杀要剐，可我一个人来。好，既然你一个人非要担责任，本宫倒是可以成全你。你不是做的一手好点心吗？本宫今天就废了你的手，我看你以后还怎么讨好皇上。怕吗？怕就赶紧认罪画押，否则本宫怕你过了今天就再也抬不起手来了。我认罪的话，你就要杀了我；我不认罪，你就要断了我的手脚。当然，你也有第二个选择，譬如你可以供出那个幕后指使是谁。或许，本宫可以替你到太后娘娘那儿求求情，饶你不死。不过梅妃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敢把我杀了，皇上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贱人！本宫倒是要看看，今天还有谁救得了你。来人呐，给我把他押上来！走，凤儿，不要，凤儿不要，凤儿。你不是心灵手巧吗？住手！梅妃娘娘，你身子金贵，要开也不是应该由你动手。你走开！梅妃娘娘，你要非要砍的话，就把我的手砍下来。公公，狗奴才，你以为本宫不敢是吗？皇上驾到！给朕住手！凤儿，你没事吧？皇上要是再晚来一步，就再也见不到凤儿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你竟敢在宫里面滥用私刑，这笔账，朕又怎么跟你算？皇上，臣妾这么做也只不过想依法替皇后娘。依法？你依的什么法？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，分明就是他们三个，在皇后娘娘的糕点里面投了毒，杀害了皇后娘娘。这份是坤宁宫宫女的证词，皇上您不信可以自己看，请皇上明鉴。凤儿跟皇后情同姐妹，燕儿跟雪儿同样跟皇后无冤无仇，什么证词不证词的？这分明就是有人陷害死了朕的皇后，嫁祸给了凤儿他们三人。刘牧在。亏你还在现场观刑，朕还交了任务给你，留你何用？皇上，我提醒过梅妃娘娘，一个宫女的证词不足为信，还需要物证周全。可是梅妃娘娘逼供心切，根本听不进去。启禀皇上，皇上，当日雪儿跟燕儿根本不在坤宁宫。那个供词简直就是一派胡言！皇上，奴才斗胆禀告，说，这是当日遗落在慈文院的半块玉佩，奴才捡到之后四处打听，才知道这是雪昭仪的。这块玉佩她随身携带，不少太监宫女都可以作证。梅妃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如果无话可说，那就放了他们三人。燕儿、雪儿，起来。谢皇上。雪儿，拿好。参见太后娘娘，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。孩儿拜见母后。
平身吧。谢太后。太后，怎么，区区3个丫头，还劳烦皇上亲自驾临？哀家以为自己听错了，难道皇上是想私自放人？太后，雪昭仪的嫌疑已经洗清了，皇上正要下令放人呢。哦，一个嫌疑洗清，并不等于其他2个没罪。要放，也是放一个。姑母，可梅妃她私自。私自？刘公公不是在堂主审吗？再说了，哀家看这些东西也都是东厂的玩意儿，想必是刘公公的主意吧。梅儿不过是给他做个帮手罢了。好了，这里寒气太重，皇上不宜久留。皇上，还是早点回宫歇息吧。哀家陪皇上一同回宫。平明，你周家还需要你光宗耀祖，你怎么可以当太监？我想通了，你的心愿，也就是我的人生目标。既然你选择进宫当王妃，那我就以现在的身份，守护在你身边。气死人了！没想到皇上居然明目张胆的去偏袒他们。我当时就不应该和他们说那么多的废话，就应该直接毁了他们的容貌，再把他们整个半死不残的。好了，要不是哀家及时赶到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就像一出闹剧，也没有抓住刘默的把柄，还莫名其妙的放走了一个。你可真是扶不起的阿斗。那我也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小太监，居然还能拿出什么玉佩去证明雪昭仪的清白。就算他运气好，可是姑母，好啦，那你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太后娘娘、梅妃娘娘，云香倒是觉得那个燕婕妤一直在为自己说话，恨不得和凤才人和雪昭仪撇清关系。也许娘娘可以利用她。他有什么可利用的？哀家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。既然已经放走一个，那么3人合谋的说法也就难圆其说。既然燕婕妤想自保，我们何不给她个机会？可是我们都已经放走一个了，难道还要再主动放一个吗？你的这个心智怎么还不如一个丫鬟？这叫欲擒故纵。如果燕婕妤真能抖出刘默的什么把柄，那我们岂不是事半功倍了吗？你没事吧？不用，雪儿现在是安全了，可我还关在这4人墓里。刘公公那个老东西，明明有机会带我出去，却只救走了雪儿。莫非他早就想牺牲掉我？不行，我得出去。燕儿，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啊？
雪儿已经说了，我们对公公来说还有利用价值，所以公公一定不会对我们见死不救的。还有皇上啊，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的。皇上在意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刘公公今日带雪儿走，明天皇上就放你走。可我呢？谁会来救我？我只能靠我自己。我不会放你一个人不管的。梅妃娘娘要见你，走。等一下，燕儿，你放开我！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娘娘，人已带到。嚷什么嚷？挨了那么多的鞭子，你不疼啊？你要干什么？凤儿呢？她为什么不来这儿？凤儿，要她来做什么？本宫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燕儿，本宫是来接你出去的。出去？怎么？你不想？啊，不。可有什么条件？真是聪明人。如果本宫要你背叛你的主子呢？娘娘，刘公公从来不是我的主子，燕儿也是被逼无奈，才受制于他。娘娘放心，只要燕儿能出去，燕儿愿意做你们的眼线，盯紧刘公公的一举一动，全心全意为您和太后娘娘办事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好，那本宫就给你这次机会。云香，传本宫的令，燕婕妤的嫌疑已经洗清了，即刻便可离开岁寒宫。是，谢谢娘娘。起来吧。不过，你也别忘了对本宫的承诺，否则，本宫的手段你也是见识过的。是，燕儿明白。本宫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跟折磨，你当真就一点都不记恨？难道你就不想报复本宫吗？不，娘娘误会了。燕儿明白，娘娘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顾全大局。苦才是人生，忍才是历练，舒服是留给死人的。锋芒毕露，并不一定耀眼，忍辱负重才是求生之道。真是好孩子，那本宫可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我们走。朕不管你有多少理由跟借口，现在凤儿还被锁在岁寒宫里面，梅妃她岂可能随时都会要她的命，你知道吗？皇上，臣听说太后娘娘口谕放了燕婕妤，皇上何不也下一道口谕，直接放了凤才人？太后驾到，梅妃娘娘驾到。臣给太后娘娘、梅妃娘娘请安。儿臣跟母后请安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奴婢给皇上请安。既然刘公公也在，哀家就不兜圈子了。皇后薨逝多日，
燕结与雪昭仪已经洗清了嫌疑，现在只剩凤才人是下毒的元凶。为了告慰皇后的在天之灵，以及给荣国夫人和黄金国戚一个交代，皇上还是早点处置了凤才人，以此谢罪吧。太后娘娘，凤才人是不是元凶还在考察，臣已经命人彻查了坤宁宫，已经得到了重要的线索。太后，不管怎样，头七当日，皇上都要给后宫和文武百官一个交代。如果到时还没有新的证据，那凤才人就只有死。恭送太后娘娘。你说的那个重要的线索是什么？皇上，看来太后娘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。公公，我不想死啊！家里还有老母亲指望我给她每月的薪饷过日子呢。您大恩大德，饶了我吧！你是咱家安插在坤宁宫的人，只要你认了罪，把事情揽下来，所有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，所有的人都会皆大欢喜。至于你的老母亲，咱家会妥善安排。这是你的供词，回去之后背熟了。若是有半点纰漏牵涉到公公，不仅你娘，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受到牵连。小的遵命。下去吧。奴才告退。别人办不成的事，你能办成；别人能办成的事，你办得更好。真是可塑之才呀！承蒙公公栽培，小名字愿意为公公肝脑涂地。跪下！上次你冒死救雪儿，是为了赢得咱家的信任；调任到司礼监后，更是机敏过人，办事得体。但是在这儿，咱家给你提个醒，让别人看出来的心机不叫心机。要想在后宫八面玲珑，首先要学会隐藏自己的锋芒。听懂了吗？是，小人明白。你一个人先走吧，不然这样的话，我们两个谁都逃不掉。我是一个男人，怎么能丢下自己的女人呢？走。一杯惆怅，隐隐作响，再回答。昨夜的西风萧萧瑟扬，身旁谁为我添一件霓裳？我将誓言剪成一段韶光，小心珍藏，羽翼里浪再回放。父，皇上，你怎么了？现在第几天了？皇后头七就要到了。刘默呢？他在哪儿？回皇上，刘公公已在门外等候了。宣他，快宣他！啊，是。刘默，臣参见皇上。免礼。朕让你做的事情，你办好了吗？皇上，毒害皇后娘娘的凶手，昨天晚上已经被缉拿归案。太好了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你。
启禀皇上，皇后娘娘出事那天，正值小的当班，彩月姑姑将毒药交给小的，命小的掺入凤彩人的食盒中。小的一开始想拒绝，可姑姑说不照做就杀头。事成之后，太后娘娘有重伤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太后娘娘怎么可能让你做这种事情？你分明……放肆！是朕审案，还是你审案？皇上，可是他分明诬陷太……皇上，这些药是从司礼监小桂子的住处搜到的，也是太医说的那个离心散。彩月现在何在？事发之后，彩月逃跑了，臣派人把她抓回来，正要审问，她却被人暗杀了。什么？皇上，彩月身上的冰魄梅花标形状诡异，只要查出她锻造何处，就可以查出元凶是谁。皇上，一群阉党信口开河，怎可信呢？朕听下来，总算是明白了一件事情：不管主谋是谁，他都要把毒害皇后的罪名嫁祸给凤彩人。小顺子，奴才在。放了凤彩人，把小桂子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是。慢着。皇上明鉴，这个小桂子的供词漏洞百出，根本不可信。燕婕妤，你在做什么？皇上，离心散乃玄色，它难溶于水。若要想下毒前不被皇后娘娘察觉，必须在制作之时就把它掺进去。不过，真正让臣妾觉得奇怪的是，这包药的纸张并非常物，而是昨天北疆才新进的贡品。以前在宫中从未有人使用过。那么，小桂子又是在何时得到这包离心散呢？小桂子，现在皇上就在你面前，还不赶紧交代，是谁让你冒名顶替？你做什么？你大胆刘墨，你办事失察，未尽职守，竟然随便抓了个人就来糊弄哀家和皇上，你犯的可是欺君的大罪。皇上明鉴，小桂子这是畏罪自杀。母后，你此话言重了。刘公公只不过是办案心切，何况现在小桂子已经死了，真假难辨。这样，朕就暂时撤掉刘墨所有的官职。哀家觉得处罚的还是太轻了。朕意已决，母后不要多言。皇后一案，太后跟刘公公各执一词。朕决定找一个最公正的人来办理此案。燕婕妤，臣妾在。你是凤才人的姐妹，所以此案交给你来办。臣妾斗胆请命，前去调查皇后娘娘一案。好，朕赐你尚方宝剑，剑剑如见君。如果谁敢阻拦你的话，就是阻拦朕。必要的时候，可以就地正法，但是一定要把皇后的案子查个水落石出。臣妾遵旨，谢皇上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皇上赐了尚方宝剑给燕婕妤。是啊，皇上还命他全权负责皇后的案子。奴婢参见燕婕妤。
岂有此理！本来可以治梅妃和太后的罪，可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害得咱家差点自身难保。看来，这燕结瑜已经和太后娘娘达成一致。今日在御书房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针对公公的，欲置公公于死地呀！这个贱人竟然敢背叛咱家，看来他还不知道咱家的厉害。只是公公今日已经被皇上贬了职，恐怕……皇上只是贬了咱家的头衔，只要咱家还活着，照样可以把后宫掀起腥风血雨。这些都是太后娘娘赏赐给臣妾的吗？不错，看你只用1炷香的功夫就抓住了刘默的把柄，果然是聪明伶俐。谢太后。一想到刘公公今天的窘态，哼，本宫心里就高兴。不过，皇上今天可是赏赐了你尚方宝剑，那你现在可是宫中的大红人了。太后娘娘和梅妃娘娘对臣妾有垂怜之恩，若不是你们出手相救，臣妾现在还被关在岁寒宫。虽然臣妾乃市井小民，但是也明白知恩图报这个道理。今后一切都仰仗太后懿旨。你明白就好。查出杀害皇后的元凶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将矛头指向刘默这个老狐狸，揪出他的狐狸尾巴。今天他被削去了官职，元气大伤，你一定要乘胜追击，让他一辈子不得翻身。是，燕儿明白。那臣妾就先行告退了。姑母，这个燕结瑜，她真的靠得住吗？她一个民间女子，在后宫又没有根基，如今她又得罪了刘默，她不得不依靠哀家。难怪姑母总是说，想要策反一个人，就必须了解他需要什么。燕结瑜也好，刘默也好，哀家都能对付，唯独皇上是真的变了，他不再是那个不谙世事的小皇帝，他已经长大了。燕结瑜带着尚方宝剑，先抄了户部侍郎汪大人的家，然后又带着人去了礼部文大人的官邸，是这样吗？是。你们损失的都是身外之物，你们先回去，咱家会给你们做主的。谢公公。公公，看来燕结瑜的目的并不单纯，他是想借着查案的机会寻找对您不利的证据，不如……皇上，您已经一整天没有用膳了。刘公公特地吩咐御膳房准备了一碗酸梅汤，让您来开开胃。酸梅汤。你怎么了，凤儿？外面天气很热吧？还行。渴了吧？来，酸梅汤，喝。不行，今晚一定要把凤儿救出来。凤儿，开门，开门，快！是。凤儿，传太医。是。凤儿。
皇上，凤儿现在是戴罪之身，如果就这么回宁华宫的话，凤儿怕再受非议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成千上万次了，宫里所有的人都有上百个理由去害皇后，但是我的凤儿不会。我一直都相信凤儿，凤儿也要相信我。我一定会把你带出去的。太后娘娘驾到！奴才叩见太后娘娘、梅妃娘娘。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，梅妃娘娘请安。臣妾给皇上请安，参见皇上。母后，这么晚也来宁华宫做什么？皇上放了凤才人，哀家觉得事关重大，所以连夜赶来，想要提醒皇上，皇后薨逝，文武百官无不痛苦。皇上欲赦凤才人的罪，引得皇后外戚以及诸多朝臣不满。皇上想要如何收场？母后不用操心，明天早朝，朕一定会给母后还有百官一个交代。母后回宫吧，朕还要多陪凤才人一会儿。恭送太后娘娘、梅妃娘娘。凤儿，起来吧。凤儿见过公公。你的伤好点了吧？好多了，多亏公公送来的药膏。这是咱家托江湖神医特意为你调制的药膏，擦在伤口上不会留疤痕。凤儿姑娘，只要你踏踏实实的为咱家办事，咱家绝不会亏待你。凤儿明白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竟然想到要自杀，多亏皇上赶到的及时，要不然还不知道出什么事呢。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凤儿，我听说御花园里的牡丹花开了，我们什么时候也去逛逛，这样你的心情就会好一些。好啊，改天找个时间一起去。对了，你看到燕儿了吗？我一直都没有看到她，她知道我被救出来了吗？怎么了？燕儿现在是后宫中的大红人，在忙着查皇后娘娘的案子，已经忙得焦头烂额，分身乏术了。燕儿怎么突然间开始调查起皇后娘娘的案子了？你以后就知道了。为什么现在不能说呢？出去看看。好。说吧，皇后娘娘死的那天晚上，你在哪儿？奴才和小德子、小杨子在一起。胡说！我那天晚上早已经问过他们，他们说根本就没有看见你，竟敢欺骗我！来人，给我继续打！娘娘，打到说出真话为止。住手！住手！凤儿，你不是被关在岁寒宫吗？怎么出来的？皇上下旨特使我出来的。啊，出来就好。燕儿，你为什么要打他？再这么打下去会出人命的。皇上让我全权负责调查皇后娘娘的死因。我查了整个坤宁宫，
就唯独这个小太监，行踪不明，又不肯说出实情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在岁寒宫里学会的就是如何撬开别人的嘴。说还是不说？娘娘，你要是再不说，我就砍了你的脑袋！娘娘，我说，奴才那晚出宫去了。你竟敢私自出宫！娘娘饶命啊！娘娘饶命！说吧，你为什么出宫？只要你的理由充分，可以打动我，也许我可以放你一马。娘娘，奴才在宫里有个对使，叫莹莹。那晚，他的父亲来了京城，叫奴才去送点银两，所以奴才才……想不到你还是个痴情种子，曹公公。奴才在。把他连同那个莹莹一起关进大牢，改日再审。是。娘娘，不要我娘娘，不要我娘娘。燕儿，他已经交代了事情的经过，跟皇后娘娘死因并没有关系。你为什么要把他跟那个小宫女一起关押起来呢？这只是他的一面之词，你也信？燕儿，你今天有点过分了，现在还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。你这么对他用刑，就等于是逼供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人一旦有了权力，就真的拥有了整个世界。你们俩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现在我既然有了地位，自然不会忘了你们。燕儿，我心里一直憋着一件事情想问你，有什么话尽管问吧。那天在皇上面前，你为什么说小桂子的证词前后矛盾呢？如果不是你的阻拦，凤儿就可以洗脱嫌疑，就可以离开岁寒宫，后来也不会吃那么多苦。你们只看到事情的表面，却从未想过我为什么这么做。没错，燕儿，我相信你不是有意的，但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解释？我当然是为了你呀。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，可是我都能看出小桂子的供词矛盾多多，难道别人就看不出来吗？与其让旁人指出，反倒不如让我挺身而出，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得到皇上的信任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们3个人啊。怎么，你们不相信我吗？燕儿，现在皇宫里的事情，不是你我能看穿的。虽然现在的局势是刘公公和太后分庭抗礼，但我们毕竟是刘公公带入宫的，所以说，你要彻底摆脱刘公公的掌控，最好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刘公公现在被太后处处打压，他已经落了下风。倘若我们这时候还跟着他，那绝无出路啊！为今之计，最重要的就是手上有权，而我已经打破了刘公公的诡计，还拿到了对抗他的资本，这样难道不好吗？可你这样做，差点害了凤儿的性命。胡说！我一直都在想方设法营救凤儿，可谁知道她自己沉不住气，最后闹得割腕自杀。这不是我本意。凤儿，我知道你会对我有怨言，这我无话可说。可是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这么做真的是为了我们3个人的前程啊！燕儿，我没有怨你，你们2个一直都是我最信任的人。好了，不管怎样，现在皇上的尚方宝剑在燕儿这儿，对我们3个来说都是好事。
这就对了嘛。好啦，既然凤儿平安回来，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庆祝，不醉不休。皇上，夜深了，咱们回宫吧。皇上。朕从来没有花过时间去了解他，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去陪伴他。朕以为会有大把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，但没想到，朕错了，朕失去了他，永远永远的失去了他。小虎，干什么呢？冒冒失失的，没有看到皇上在这儿吗？皇上息怒，奴婢知错了。你来起来吧。你是不是想他了？其实朕也想他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俩跟小虎一块来乾清宫吧。怕什么？还不谢恩？奴婢谢皇上。我没有保护你的主人，但对你，我一定尽这辈子最大的努力，保护你。干杯！燕儿，雪儿，虽然我们三个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我们是一起进的祭月台，一起受的培训，还一起经历了很多磨难，算得上是生死与共的姐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只要今后我们姐妹同心，其利断金。来，燕儿，把你的尚方宝剑给我看一下呗。燕阶于娘娘，我是司礼监的小青子。进来吧。小青子见过燕阶于、雪昭仪、凤才人。你有什么事啊？还请娘娘借一步说话。那我先出去一下。好啊。那回来再看吧。知道了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启禀娘娘，刚才小顺子传话，说皇上今天翻了你的牌子，马上就要过来，还请娘娘准备迎驾。皇上翻了我的牌子，是要我侍寝吗？奴才见凤才人和雪昭仪都在里面，揣摩着娘娘可能不想让他们知道皇上要来这里，所以请娘娘一步，娘娘恕罪。想不到你还挺机灵的。来，记住，如果下次皇上再来，也不要让他们知道。是娘娘。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感觉头晕晕的。要不要找太医啊？啊，不用了。燕儿，既然你身体不舒服，就早点休息，我们改天再聚吧。好。那好，那我就不送你们了，早点休息。
难怪今天燕儿匆匆忙忙地赶我们走。皇上驾到！臣妾恭迎皇上。皇上，臣妾等您好久了。皇上，我们去就寝吧。哎，你干什么？皇上不是让臣妾来侍寝吗？这来找你，就是想问你，现在皇后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？你吃醋了？我没有。凤儿，我就是不明白，就算皇上去看他，他也没必要骗我们吧？有些话我告诉你，你会不舒服，但是你要记住，这世上哪个有权有势的男人，不是妻妾成群？何况皇上更是坐拥3宫6院，你想让这样的男人对你专一专情，这是奢求。所以说，你必须要学会容忍。凭什么男人就能3妻4妾，我们女人就要3贞9烈？因为你喜欢的男人，他并不是平庸的男人。那我不爱他就好了。好了，凤儿，别不开心了，你不是还有我吗？我突然特别想念皇后娘娘，也不知道这么多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。雪儿，我还没有祭拜过皇后娘娘，她生前最爱吃我做的糕点，我想做点龙凤糕，然后去祭奠她。你陪我一起去吧。好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朕赐你尚方宝剑，不是让你随意惩治人来用的。明天你就把小坤子跟莹莹放了，因为他们是皇后生前最信赖的人。朕不想看到冤家错案。皇上，凤才人雪昭仪已到。燕儿，你这又是要干什么呀？雪昭仪、凤才人，你们入座吧。今天我就带你们开开眼界。凤才人，听说你跟皇后娘娘关系很好，那你一定想知道杀害皇后娘娘的凶手吧？你查到了是吗？真的是他们2个干的？不是我们，请娘娘明察，我们没有杀害皇后。叶洁玉，皇上已经下令你放了我们，你这样做是大逆不道。谁说你们是杀害皇后娘娘的凶手了？给你们100个胆子也不敢。太监和宫女结对时，晚间私自出宫。这事儿要是让太后知道，你们猜，她老人家该怎么处理呀？小的错了，求娘娘开恩。燕儿，皇上让你调查皇后的死因，其他的事情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。你是在替他们求饶？没错。那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更不能饶了。娘娘，我有关于皇后娘娘的秘密。哦，
什么秘密？替皇后娘娘看病的丁太医有问题。什么？是谁告诉你的？彩月姑娘。彩月？你拿一个死人说事儿，那谁能证明真假？小坤，皇上让我放了他们，但这两人触犯宫规，不可饶恕。曹公公，把这个男的送去执殿间，女的送去换衣房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这辈子都不许出来。是。这个燕儿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她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完全不认识她了。对呀，明明是很熟悉的人，现在却变得很陌生了。以前我们无话不谈，现在我们却无话可说。皇上赐给他尚方宝剑，是让他调查案子，不是让他乱杀人的。凤儿，你忘了云上姑姑跟我们说过的话吗？这里是皇宫，除了勾心斗角，就是尔虞我诈。我们在祭月台发生的所有事情，在这里都是小巫见大巫。不过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燕儿有了权力以后，居然这样翻脸不认人。我不管，既然我们三个还是姐妹，我就要去找她，把话跟她说清楚。你现在去找她又有什么用呢？我要跟她把话说清楚。第一，我们两个不会跟她争权夺利；第二，她不能这么肆意杀人。可是燕儿现在根本听不进去你说的话，你说的每一个字，她都会觉得我们是有所图谋。凤儿，我比你更了解这个皇宫，更懂得人心的变化。如果你不想让燕儿再使出更多的手段，你就相信我，不要去找她。晚一点，你陪我一起去找她，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再讲一遍给她听，让她明白，她如果再这么一意孤行的话，整个皇宫都会与她为敌，好不好？燕儿，怎么是你们啊？我还以为是皇上来了呢。皇上今天也来吗？当然，皇上今晚又翻了我的牌子。也好，我跟雪儿做了点新的糕点，等皇上来了我们一起吃吧。你们当我傻？好了，皇上马上就要来了，我劝你们还是赶紧回避一下。燕儿，其实今天我们来这儿，是有话要跟你说。可现在我不想跟你们说，你们赶紧出去。我出去。我们走吧。哎，等等，把这点心给带上，省得你们又搞什么小把戏。你放心，扔了也不给你。走。莫名其妙，不知所谓，我不能原谅他。雪儿，我是不会原谅他的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凤儿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燕儿彻底变了，她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燕儿了。雪儿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凤儿，假如有一天我也背叛你，伤害你，你会恨我，会不遗余力地置我于死地吗？凤儿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好。皇上驾到！这么晚叫朕过来，是有什么发现吗？
皇上，臣妾可以继续查案，但请皇上答应臣妾一个请求。你先起来再说吧，看朕能不能做得到。除非皇上先答应臣妾，否则臣妾就长跪不起。好，朕准了。臣妾要皇上择日昭告天下，立燕儿为妃。婕妤这个称号，燕儿这么快就腻了？皇上，你刚才都答应臣妾了。朕金口玉言，当然说到做到。但是燕儿，朕也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必须把皇后的死查得清清楚楚，这样朕才有借口封你为妃。是，燕儿明白。你要去查太医院？不错。在我的威逼利诱之下，小坤子终于说出，照顾皇后娘娘的丁太医有问题。我想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，就一定能查出事实真相。我劝你放弃吧。为什么？太后让你调查皇后的案子，仅仅是为了对付刘公公。她并不想知道皇后是怎么死的。你放心，我会亲自说服太后娘娘，因为我有非查不可的理由。这些都是你给皇后娘娘开的药方。是。王太医，你看看这些方子可有什么问题？回娘娘，这药方上的药物都是寻常药材，用量也十分的规矩，没有什么不妥。哦，按照你的意思，医方抓药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。正是。娘娘，奴在这里有些发现。丁太医，为什么这本药材记录有缺损？想必是管事粗心大意，记错了账目，所以便粗心大意。每隔7日就有一处缺损，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？这个。太医院一向都是由你全权负责。皇后娘娘遇害，所用的毒药也并非由宫外私带入内，而是你太医院的药物。如今记录有多处不明，而你又为皇后娘娘看病，这几件事情一凑，我看分明是你从药房拿了药，害死了皇后娘娘。冤枉啊！奴才怎么敢害皇后娘娘啊？那你说，这清单上缺损的到底是什么？是谁拿走的？这个，小名字见过燕婕妤。起来吧。是啊。公公，这件事。我们走。你们去哪儿？给我站住！娘娘，奴才有急事要办。我奉皇上圣谕，要你们协助查案。你们一个一个去偷偷溜走，这怎么回事？咱家不让他们听你的号令，你该如何？刘公公，见过刘公公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你们敢？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
你何必动气呢？你就算把他们都给叫来，你也审不出什么来。依依，刘公公，你可识得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尚方宝剑吗？咱家早就听说了，你前几日拿着尚方宝剑吓唬了不少人，而且还把坤宁宫里最得宠的小太监和宫女都赶走了。你果然厉害。不过今天咱家就站在这里，你拔剑试试，能不能斩杀了咱家？跟咱家斗，你还嫩。你若是敢拔剑，咱家立刻诛杀了你。到时候，全皇宫的人都会在说，燕结鱼走火入魔，一不小心撞到了尚方宝剑上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你觉得这个故事这么写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再跟太后娘娘对付咱家，咱家就要你的脑袋！哼！臣妾向太后娘娘、梅妃娘娘请安。燕结鱼，哀家今天并没有通传你，你来干什么？太后，燕儿奉您的命令查案，却不小心遇到了一些麻烦。哀家什么时候让你查过案？梅儿，你可知道？没有啊。查案，那可是大理寺的事情。太后娘娘怎么会让你做这种事呢？太后娘娘，不是您让我去查皇后娘娘的案子吗？那日看来锦绣对你说的话，你都当成耳旁风了。哀家是让你搜集对付刘默的证据，你却跑到太医院瞎胡闹。莫非你听不懂哀家的话吗？请太后娘娘恕罪。本来哀家觉着你聪明伶俐，是个可造之才，但是几日过去，你却连刘默的一点把柄都没有抓到。哀家要你何用？不如哀家禀告皇上，收回你的尚方宝剑，派你去上医局洗医，可好？请太后再多给燕儿一点时间。你现在明白了吧？没有哀家的支持，你是寸步难行。你回去好好想想吧，等你想明白了，再来找哀家。燕儿明白了，可是什么呀？赶紧退下！是，那臣妾先告退了。